那这是其中一款的模特，我们进行再给它第二次的一个改造。要分区的时候呢，也很简单。那前面已经看过，它的下区很窄，所以正常整骨点呢是在这个位置。那我分的会在整骨点往上的一指位。那我希望在这款头发上表现的，第一，轮廓是很柔；第二，层次是很动感、很丰富的；第三，前面的流向是很柔和、很自然的，得到一个动感的一个短发。同时，它还是有钚部的影子在里面。那我们要解决的是不要产生外的映线，第二不要产生单一的流向的方向。所以我在分区的时候，下去这里呢，我会用削刀来去给它做一个柔和的一个去除层次。那么在外线这一块，我们需要得到一个边缘的一个宽度，因为它的发际线是很窄，所以在这一块的时候，我们选择在去削的时候呢，保留在提拉的时候保留一点外线的这个长度。通常我会设计到3到4公分，那么它的头发呢有这个发际线窄的，所以我们需要放长一点点。那么在用这个工具的时候，其实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不需要提拉到去除的角度，削的切口是属于去除的，跟我们裁剪一个三角的一个去除方式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它的头发比较硬，后区比较多。那如果我用剪刀剪完之后呢，它就很扎实很厚，那就又要去这个进行修饰。那前面它已经在剪发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根部呢打过一些薄，所以在这款头发上我们就不需要去再用剪刀剪得很硬，然后再去做修饰。我保留外线这个长度，那这个时候呢要注意一点的是，底线不能过碎，过碎的头发的品质会比较弱。底线在这个时候我们修圆一点点就可以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方法。因为皮肤是有弹性的，所以我们顺着这里刮就可以了，这样比较高效快速。转角以外的长度一定要保留住。因为第一可以增加它头型宽度，第二呢，因为这里是很窄的，大多数长发剪短发的时候呢，因为两侧都是比较窄的 ，OK， 这一边就可以得到一个向前的一个流向，去除服帖，同时带有一点碎尾的结果。这一次选择一样的方法，微微斜前去分配，根据上面另外一边的长度，我们往下去划就可以了。通常运用这个工具的去削发的时候，我们提拉的角度就大于45度，慢慢随头型往下去削，因为削短这个过程当中。要顺着这里走，它就得到最服帖的一个切口和我们的一个流向。反手边的削的时候也一样，尽可能人把带发片人的站位呢要站在这个转角以外，所以不要呢拼命站在后区把它往后带，这样偏移会过大。同时我们把外线稍微刮一下，微微一个碎尾。那么剪这个外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所有的短发在剪的手，不要让这个外线呢往下走。往下走产生斜前的画面的时候，它出来是立体，同时是直线型，所以柔活度会弱，没有对和错。那通常一般向下斜的比较厉害的，都是建立在大龄客户的这个年龄层面客户群里面会比较多。所以你想柔活的头发，基本上我们所看到都是以圆润为主的，所以在这里的底线，我们就微微的往上去走。在客人头前倾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剪平，微微上扬就可以了。在头放正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底线是往上的，不要剪成往下其实后区呢很简单削一个去除层次，得到一个服帖就可以了。那么到上面这一层的时候，就是我们开始要去想，这一层的头发我们是用剪刀剪出斜前的流向，还是这里剪圆形层次，都要去考虑的。它取决于头型的一个宽度，头偏宽的人，我们可以再去剪。每一片都是原位过渡，最后它就去角磨圆。那也可以呢，从侧面这里开始起刀。那当然在这里剪的时候呢，容易剪断层，会把边缘的剪成一个缺口。所以我们的建议通常是想保留这个外轮廓是属于钚部的这个痕迹的时候呢，我们通常还是按三角堆积这样的方式去裁剪。那么在裁剪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就是在分配的时候，第一，发片分配的不要太斜，越斜的时候得到的结果呢，就会倾斜力会越强但也要考虑一个因素，这里和底下要不要去做连接。通常我们在剪下去除上堆积的时候，都会选择不连接去过渡，所以从里面的长度呢，我们往外去削就可以了。大家也可以选择用点剪的方式去做。这个呢，在削堆积的时候，我们可以从里面往外面去削。整个后续的堆积，我们都可以选择用削刀的方式去做，去除堆积。往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用剪刀，和去角磨圆的时候都可以选择用剪刀。一定要选择这里是扣住它的，扣住我们底下的部分同时要放长1到2指位。
以头发的张力来确定。细软的头发其实1指微就可以了，但它这个是粗硬的，所以我们拉到里面的切口的时候，它的完全掉下来之后，同时我再开始去烧刀，这样是一个内扣的结果，转角以外往转角地方带。同时呢，这个时候也不会得到这里会有大的一个缺口产生，因为你往后去轻拉，也可以这里去划短它，变成有层次的，其实都可以啊，取决于我们的外线要得到一个什么结果。只要我们削刀摆动的幅度不大，其实出来的结果了，切口还是比较规整。黄金点以上的头发，我们可以用剪刀来剪，削的切口会比较柔，然后呢，它可以得到一个内扣的效果。这个是在做一些我们现场的客户遇到画质好的，然后有快捷的操作的方式，慢慢我们的层次就会离开了啊。那这个时候长度呢，我们可以跟这根底线一直微微的上扬。在最后去角磨圆的时候，可以把这里的重量拿掉，长度保留，最后把底线收一下，整个看起来会比较圆润。这里可以选择用剪刀，也可以选择削刀，继续把长度先削完。那我的选择是先把长度大概的削掉，也是一样，对于头发多的，我们可以先放长外侧，角度加低。那这有一个好处是，因为这个是削发，那么在削的时候切口呢会比较柔和。待会选择去角磨圆的时候，我们把切口剪得整齐一点，这样这个侧面就 OK 了，是比较快速便捷的。旁边我们顺着跟后区去做一个过渡，那么要两侧的时候要注意点，因为先要保留我们这个腹部的外轮廓，所以上下从转角线这里开始，先把长度削出来。在这里削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要向后去轻拉，保留一点点斜的推力往前。那最后这个斜的推力呢，肯定会被削弱，它不可能会这么斜，因为前区我们去做去角，这时候要得到一个连贯的一个结果，从后区到前区是一个连贯的结果。先把前区的长度保留住，稍微2层就可以了。这个特别适合发质粗硬的，然后发质比较健康的，然后剪一些鬓部左右的长度，以及挂耳的一些短发的长度，特别适合用削刀来得到一个好的结果。那这样其实就已经是一块很商业的头发了。前面这个角去一下就可以了。我们在侧面去看到，它依然是一个鬓部的外形，但是呢，轮廓会很自然，高效输出一个在 salon 当中一个短发啊。当然这不是最终的一个结果，我需要把前面的角去掉，所以在这里的去做的时候，前面我们在走的时候要走圆润，因为这个角线呢目前掉在这个位置，我需要把它剪得圆润过去的时候，那后区的这个轮廓在这里，如何从后面这个堆积和前面的刘海画成一个圆？那这个圆一定要记住是在湿发的时候，前面一定要略长，因为吹干之后客人会把头发撸起来，所以这干发的时候落点的时候在这个位置，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去掉这里的长度，产生一个圆的闭环就 OK 了。所以前面的长度我们不需要怎么去动它，我们只需要去变角的长度。那削刀在这个时候得到的结果，只是把这里剪圆啊，没有层次啊，顺着这里去做就可以了。所有的层次和柔和度，我们要通过剪刀来把每一层去提拉起来，然后剪匀做过渡。这个外轮廓线是用削刀来去做，那这个时候呢，棱角就没有那么明显。做完了刘海和侧面，我们还要把这个边角和后区过渡的地方，还要去削柔一下。这个时候是看一个设计师，你拥有一个工具，如何去制造一个柔和的头发，而不是把你的注意力全部是这个放在使用这个剪刀，还是削刀，还是这个技巧上面。那我是用这个工具得到一个圆轮廓啊。现在我们不管是在去不去薄和去不去亮的情况下，我这款头发先出来，首先第一很随意很自然，第二这个轮廓是圆的，第三我们在侧面看起来少女气息会比较浓，它会比较自然，女性文化比较强。那最后呢，结合它的五官，我们要把所有的线条做得比较通透，把厚重的这个轮廓的印子拿掉，以及呢把侧面这个向前的流向给勾勒出来，那这样看起来随意又自然啊。同时做造型也有更大的空间。那我现在在侧面得到的是前面的落点以及和后面落点，它是在一个平衡线上面。在湿发的时候这里要略重，因为干发的时候这里会撸起来，所以整个圆形呢会在侧面得到一个这样的结果。它依然是有鬓部的影子，但是呢会比鬓部来的更柔和更动感。现在我们剪另外一侧，它整个的侧面修剪其实当我们快速去操作的时候，也就是5-6分钟的事情。
一款头发应该在10分钟就可以剪好。遇到发量适中的人，其实打薄都不需要打薄。最后我们把表面去做一些去角，用剪刀来去做就可以了。在裁剪的时候，我们最好是整个后区呢分为3到4层就足够了。同样，这一片我们根据另外一片的长度，我们从内往外削，产生一个内扣，放长的空间在1到2指位，细软的呢在1指位。那么粗硬的头发呢，你可以放到2指位。在转角区以内，我们都是原位提拉。到了转角线这里，我们定住，同时压低我们的角度。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会考虑到在削的过程中，也就是2个入刀的方向，能够去除我们从上往下。堆积的时候从内往外，这样会更方便建立堆积。当我们第一层过渡的地方做好之后，用这个工具的时候，在削的这个幅度当中不要摆动过大，其实它就是一个代替剪刀的一个过程。所以当你如果说幅度很大的时候，会把切口削得很毛躁，也就是剪切面会比较大。削刀的原理是一样的，只要你的刀片够锋利。以往我们有很多视频都是通过剪刀剪，再去去角磨圆，再去做内部打薄，这些都是同样的方式，也可以得到类似的结果。应对不同的发质和头型，其实我们选择方法以及产生工作效率会不一样。在最外面的头发，我们尽可能压低，因为还要去表面去个角，还要来交叉去做。在这个时候，堆积是很柔和的，同时呢，倾斜度和柔和度都有。我们并没有把前区跟后区一起裁剪。当我们这一起裁剪的时候呢，人的站位跟不上的时候，会容易把前面和后面连贯的特别斜。所以我们把前面单独分为上下2层去裁剪，这样去做过渡连接。也可以勾在耳朵后面直接做，因为是削刀呢，你勾起耳朵呢，它不像剪刀那么好裁剪，所以我们拉起来，在耳垂这个方向就 OK 了。一开始要保留这里一点长度，但有很多客户其实他就很喜欢这种感觉，前面带一点尖，其实这没有对和错。做烫发和做造型的时候，前面长一点尖一点其实是刚刚好，那我呢就没有把它去选择，我希望它圆润一点，看起来自然一点，所以长度接近。这里的长度呢，外侧其实可以比内侧长一点点，这样就 OK 了。没有去角之前，其实已然是一款很商业柔和的头发，是看你怎么去处理这个细节。当我们这里越斜越尖的时候，并不是当家不好看，只是客户生长的周期会比较短。它长长的时候，1个月、2个月的时候呢，这里会越来越尖，它的对比会越来拉大，所以呢，还原度就会弱。所以我们尽可能把比例处理得更柔和，以及更接近前后的长度以及流向。刘海的长度其实不用怎么动，我们在施发的时候落下来，通常是盖住我们的鼻子到嘴巴、嘴角这个位置是比较 OK 的。关键是要去这个地方角，侧部点和我们的退化点这里的角。剪一款头发不是在于技术多重要，用什么方式和工具，而是你眼中能不能看到，在一款头型和发质上，我们找到它的平衡、它均匀的质感、它量感的分配、它前后的协调性，以及整个头的长宽比，这个才是我们剪发把技术运用到剪发里面产生最好的结果这种表现。对于技术，其实呢，不管是你怎么变，它永远离不开方形三角；不管你怎么用，它永远是离不开我们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它的一个组合。那就要看你是如何用这些技术建立自己的风格，而不是一直在去用惯有的技术去剪别人剪过的东西。这里一样，我们把它双角就可以了。侧面看起来，这里不是斜的往前尖的就可以了。那同时只拨动这个头发的时候，正常我们往后撸的时候，它是凌乱的、随意的，整个是偏圆的。同时这后面是服帖的，那也可以用削刀这个时候在这里面去做去角、去磨圆，其实都 OK。因为现在你用的是这个工具，我们可以呢一气呵成。在没有去角和磨圆之前，这是一个非常柔和的头发，同时呢它还是有爆补的影子，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表达的一个主题。那我呢选择把前区的头发梳走，我们在侧区的地方稍微给它削圆一点点。同时在削的过程中，我还可以在发梢1/3处进行它的去亮，去完亮之后再把发梢带一下，这样可以减少这里的厚重度，同时又可以把尖锐的角给去掉。这样一做完之后，这里会变得非常柔和，就不会有刚刚的印子了。那同时我们还可以在把前区和后区中间过渡的地方，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用剪刀来去做。这个时候呢，只要是提拉起来，我们都用剪刀去做，而不提拉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用削刀来去做柔和。一定要让那些边角看起来特别柔和和自然，而不是尖锐的啊。这一侧就 OK 了。另外一边没有去做的时候，这里是一个整个倾斜点。对于发量比较少的，其实这样结果是非常好的。但是它后面头发太多了，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个地方稍微去磨圆它一点。那这个要磨多少呢？其实在提拉出来的时候，我们削掉它1公分，第一层削掉它1公分之后呢，第一层的上面我们开始呢从1/3的地方去它一点亮，再去把发梢削掉。每个人用这个工具都会创造出不同的视觉和美感，以及头发的动感的效应。那最终那个头发看起来它大不大气，
以及质感强不强烈，那就完全取决于你怎么把控这个工具的使用，并不是说把这个力度就消掉了，我觉得它还在，但是呢现在非常自然。接下来我将用剪刀把顶部的角去掉，以及呢把表面层次提升一点点。那我们在去做的时候，我们首先从转角线这里开始，削刀是解决了周边在短发上面周边整个靠皮肤一圈轮廓的自然程度和柔和度啊，它不能解决非常干净的细腻的这个切口质感。用剪刀提拉起来，低于水平，顺着头型去做，去掉这个角，让我们这个头发看起来切口会更实。那么在剪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这样往外挑，这样出来会更自然。去掉这些没有划到的，顺着头型来。不要跟我说剪刀剪完之后和削刀剪完之后质感没得比。那我要告诉你，待我这个头发吹干之后，你就会看到到底是剪的自然还是削的自然。那如何把剪刀和削刀结合在一起来，才是表现这个头发真正的柔和度以及自然的一面。我们保留它表面的质感，也要它侧面的柔和度。我们尽可能这样往外去滑着去做，当然不会把头发剪的长度破坏太多。第二呢，在滑着去做的时候呢，不容易像剪进去，容易把头发剪很硬，这样就 OK 了。再到表面这一层，你可以跟里面做不连接，也可以连接，其实关系不大，只要我们的长度接近就可以了，顺着过来。同样这款头发也是受众面比较广的，无论是上班族还是大学生，还是呢职业白领都可以接受，只要变换一下它的底线，风格就会有很大的变化。底线剪柔了就会看起来轻柔自然，那底线剪齐了就会看起来比较精致，而中间这个柔和度和流向其实都可以一样。我这样剪完之后，其实我们的质感还是会很强。在吹干之前，我们可以用这里用牙剪去把它做去亮，那也可以呢，不用去管它。吹干之后，我们再进行去做一个调亮，也可以。能在湿发做好了，不要在干发去做。这短发呢，它就这么长。吹干之后呢，它的空间是有限，往往很剪的头发不自然。不自然在哪里？就是因为轮廓剪得很硬，干发的时候怎么处理，它还是有结构的影子在。再去一下表面，检查一下，那我整个头发外层 U 字区以上其实都是比较干净利落，都是比较柔和的切口。U 字区以下都是非常自然的。削刀过渡的非常自然，这样这个侧面就完全 OK 了。当然我们还可以用剪刀在这里去调一下它的亮，划出一些质感，比较粗犷的或实的质感，其实都可以。那要看哪样，你想整个头发它得到的这个质感是偏柔和还是粗犷一点。这边一样，我们把转角线以上的头发分走，我们从侧面开始斜着向后去拿发片，低于水平，去掉这些最尖锐的，用圆的层次来检查，尽可能不要大的切口往里面去剪。如果这样大的切口往里面去剪，当你下刀斜度不一样的时候，容易剪出一个坑。所以我们用滑的这样往外剪。第一呢，可以把切口剪干净；第二，柔和度和自然度再到上面。如果客户喜欢比较厚实和自然的质感，这一步做完之后，吹干我们只需要在表面做些点剪就可以了。如果客户头发特别多，也要调一下它的量，把后区多的地方打一下就可以了。我整个上半头剪起来就特别轻松。当然这个留在干发的时候做也可以，这只是剪这款头发动感这个柔和的头发的一种方式。判断好发质，选择好工具，得到好的结果，才是设计师我们要在现场最实用的商业。那同时这款头发剪完之后，我们现在去看，它不像是刚被剪，像是一款剪短发长长的感觉。那么剪这样头发其实容易出现几个误区，就是第一，这里的缺口会特别大；第二呢，前面留出来会特别尖。避免这几个问题就 OK 了。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来看它的边角，我觉得还长了一点点，那我觉得还可以再去掉一点点，只要不是剪齐的，其实都可以。那这样动感就会比较强了。这一侧检查一下。那从它的这个发量上，我们去判断，其实吹干之后还是会很厚实。再加上这个模特的脸型，它不是一眼看就可爱的类型，所以我在剪柔的时候，我还保留它的厚实度。干发之后，我们把底线剪得精致一点，把这个轮廓呢，再通过点剪，把表面这里层再剪柔一点，那整个是一个很随意的头发。因为之前我们在剪那款头发的时候 ，long bob 的时候根部就已经去过薄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在根部去做去薄，在干发的时候把这里的厚实度调整一下就可以了。那整个其实得到的是非常自然、很随意的一个轮廓。它可以留长继续做 bob， 也可以平时挂起来做个挂耳短发，同时它还是有 bob 的轮廓的印子。那么在削刀削的时候，我们选择从底下往上第一层去削的时候，我们选择了是做去除的一个方式。我分的区域的大小，因为它的后发际线很窄，所以我分的是高于黄金点1指位。这时候的底线并不是最终的结果，
我们吹干还要去调精致它，但底线不可以太短，太短的时候轮廓看起来就很硬。下去要得到的是服帖，都是转角这里要有头发。那上去的三角堆积呢，包裹住底下这个去除的切口。两侧我们只需要先剪出斜的流向，再去把两边的角磨掉。那同时呢，再去向后去做一个检查，用剪刀去做向后检查，再把表面的角也去就可以了。整个流程应该只有10分钟就可以完成做现场的情况下。因为日常这样拨乱，我觉得是最自然的。接下来把它吹干，我们在表面做一下调亮就可以了。现在吹干再顺它，其实我发现它的头发是特别多的，因为在上一款头发大家就看到了。我们发现这里剪刀剪的，其实它的厚实度还是比较厚的。那我们吹干的第一步要去做什么呢？我们选择一把10%的牙剪来去切底线。这里如果用剪刀切的时候呢，它会出现特别厚实和扎实的这种感觉，那样出现的轮廓会比较硬，因为它头发很多。我选择是用牙剪来去切它的底线。那么先用牙剪来做点剪，那这个时候呢，10%的牙剪其实去不了亮，我们就一直这样做点剪。我们可以在这个根部的地方去把它做匀就可以了。去发量很大的牙剪做完之后呢，其实会比较碎，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的是一个齐碎的结果。用10%的牙剪，它虽然慢，但是做出来是特别柔和自然。我们这要做到一个什么结果呢？看起来是像刚生长出来的一个长度。对于中间，它的发际线其实是中间比较窄，所以我们在这个根部呢，去把中间的地方去掉，这样出来会比较自然。好，顺着这样去切一下。我们要注意的是，不要把这里剪得特别碎，是一个碎齐的状态，就当做剪刀来做点剪。第一，安全；第二呢，高效。顺着这里来。当我们切完之后，我们可以用这样平的去切一下，把碎的收一下。这个时候得到的是一个远看它其实是接近于齐的，像一个什么感觉呢？像一个我们剪刀剪的比较这个碎齐的结果长长的一种感觉。那同时我们要收掉这里一点点的长度，因为这样我们整个轮廓看起来又精致。那很多时候我们在剪这些头发的时候，大多数在看起来的时候，往往出现一个什么结果？底下这里拖得太长。这个角拖得太长，那你一定要考虑一个原因，就是一个因素，客人长一段时间是什么样子，但是更长了，翘起来了，所以要把这个因素给考虑。那这样我们在侧面去看，前后的长度接近，它是一个圆的往上走的弧度，感觉 OK 了。这一侧也一样，不要把这个底线这里留得特别长，只要它能波动起来为最佳。再短的情况下就动不了，动不了的头发会比较硬，就是立体。这是一个风格的属性的问题。当你想要剪柔和的头发的时候，不应该去把这里剪得特别干净和齐，所以用10%的牙剪是最好的。那不建议你用10%的牙剪去切这个边角，我们希望边角还是有质感的。干发的时候呢，我们现在要处理的是把上面的头发拨走，我们把底下的头发检查，看有没有特别碎的漏掉。其实这些切口呢都是比较整齐的，长度是接近的。那我们着重要在这个枕骨点和我们 U 字区以上的头发，就下去是属于去除，我们要把这里凸出来的地方，这个发梢要做点揉。那这个可以选择在湿发的时候，也可以选择在牙剪往外挑着去打。那么也可以在干发的时候，我只做中间这个，选择挑掉一部分，主要是在头最宽的位置上，从转角线到枕骨之间这个长度，这个以头型的发量来决定的。有时候我做3到4片之后，我觉得就差不多了，这发量我觉得就刚好。这一侧也一样，着重是这个区域，前区的头发拿走。这个时候所做的是来平衡这个头发的发量，以及呢我们来把控这个头型的宽度和后区上下层次的一个过渡的一个关系，主要是做耳后到转角线这个位置，因为它根部呢已经在剪上款头发已经剪过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在根部再打，把特别厚实的地方挑下就可以了。下刀的位置在1/3处和中间，这样其实这里就很舒服了。到了中间这里呢，我们就少做了。发稍微点点就可以了。后头骨这里的量越多，其实客人在睡完觉之后，这里越不容易点。在它表面，在它后的点点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后面既有饱满度，过渡又柔和又自然。到时候我们在后面去看，其实头是圆的，交叉在中间这个区域，主要点发梢就可以了。有 U 字区域上都是剪刀剪的切口，在拨动这个头发没有硬的痕迹，那我们觉得就 OK 了。比如这里还有一点点，那我们一定要把它找出来。在这个位置，这样上下的厚度过渡就会很舒服。两侧的头发，我们把转角线以上去分走。在这一块，其实我们只要去做匀就可以了。我只需要在中间这里稍微去挑掉一部分。那为什么我选择去挑，而不是选择胖胖点去划？头发比较多的客人，当你用低角度去划的时候，其实呢，你只能解决落点的厚薄，它不能解决这个头发这个面的厚薄。而且划的时候呢，切口会拖大，所以我在这里呢是选择做点剪。
就 OK 了，发梢过一下就可以了，这样不破坏它的质感。你想到后面头发这么多，前面你突然把这里打得很薄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过渡的地方就会形成缺口。第二层我们把转角线这里单独带起来，这里的厚薄其实落点它会决定了这里的宽度，所以我们在做这一边的时候呢，我们在中间这个位置挑，慢慢往发梢去退，这样会形成一个堆积的切口。只要我们保证夹在耳朵后面这里不会是特别鼓起来就可以了。再去把这里的发梢检查一下 ，OK 了。最表面我们斜的去发片做一下发梢，也可以选择点深，也可以这样去敲剪，都 OK 了。觉得发量很多。那这样我的头发在侧面看的时候，我保留了线条，它的轮廓，我们看起来前面还是很有质感。那修饰其实手法有很多种，敲剪、划剪，什么飞剪其实都有。你要的目的是：第一，怎么隐藏切口；第二，如何做均匀；第三，最后你得到的头发前后它的匀度要有。那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把小细节划掉一点，同时呢，在刘海这一片，其实我觉得还是厚了一点点，慢慢去挑掉它，这样这个侧面就完全 OK 了。无论是匀度还是质感还是轮廓都保持住，那这样还原度会比较高。无论它挂耳还是自然放下来，我们都不会觉得这边是臃肿，挂耳会更自然，然后都 OK。他说我的边角并没有出现很碎，很多时候我们在打薄的时候、去亮的时候会容易出现一个问题，把底线这里打得过多了，会显得这里特别碎，边角都是虚化的。一定是保留这个匀的质感，在拨动的时候，这个会浑然为一体。然后呢，再往后面去夹耳的时候，露出来的头发产生空间和线条，还是 OK 的。同时保留这个侧面不要有太多的碎发，这样在前面去看的时候，其实我们做现场这里就可以直接用手机拍，也可以发朋友圈了。这边也是一样，首先你要平衡的是，在湿发剪的时候，轮廓就要 OK， 才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如果轮廓都不 OK 的话，你在这个时候做去亮，其实会很危险。第一会修空，第二会修得特别碎。那我们在网络上，大家现在看抖音也好，看微博也好，还是看小红书也好，很多这里是剪得特别碎，质感都没有了。碎的原因是什么？你打的不该打的地方，第二，切口没有集中藏住。你看两侧的地方，我都很少去碰它的发梢。发梢的地方，我们只需要先把中间的量去掉一点点，本身两侧的头发就会比后面少，再去把发梢这些地方呢，划一下，其实就可以了。因为在湿发的时候，你已经把它轮廓做柔了落下的地方简单这样划一下就 OK 了。一定去多拨动这个头发看哪里不均匀去调整一下，而不是一直在这里去做划剪发尾粗放的地方简单过一下，我觉得这样就 OK 了很自然了。不要再多做了，多做容易空这个火候其实你要去把握好，很容易把这里划空掉，因为边角就这么多头发上面放下来，把表面的头发撸走这个时候是转角这里的厚度，我们可以在中间这里挑一个堆积的切口，如果头发客人是37开或一直是46开，也可以把一边呢做去除，一边做堆积，这样呢平衡它的亮感。边缘的地方不要动。我选择垂直去提拉，让这里的头发呢亮感变得更通透。这样就 OK 了就会很自然。在它上面这里，你往里面点也可以，往外挑也可以。把这里发梢1/3处做柔就可以了，表面多做，质感就会弱。
整个头发剪完之后，我们要保证：第一，后头围不显宽；第二，前区的流向是往后；第三，底线微微上扬；第四，在重心部分，我们要看到是前倾后面会比较重。再拨动这个侧面啊，我们看有没有哪一个地方特别厚实或有区块的，没有，我们就可以了，不用在这个区域多停留了。同时呢，耳朵夹起来，我们就看一下啊。OK。再把对顶上去个角。在湿发的时候，我没有去做去角。因为这个是整个削刀削的。当然一定要注意的是，用削刀削头发一定是要选好的素材，发质要好。第二，你剪的头发它属于什么层次要判断好。如果你剪去除层次，用削刀去做的时候，其实切口的质感就容易难把控啊。整个头发都已经剪 OK 了，我们现在检查就可以了。这是一罐在现场其实使用率也会非常高的一块，它属于动感的一个短发，同时又有波波的影子存在，又可以做挂耳发。最后呢，我们检查刘海，自然放在前面，看有没有特别厚实的地方。它的刘海其实没有所以的比较自然然后再检查侧区拨动头发有没有特别厚实的地方，没有，我们就裁剪结束了。干发主要是做我们湿发剪刀裁剪的部分，那我们要得到结果，后面是圆润的，头显得会比较小。第二，底线剪完之后呢，不要特别虚碎。第三，在干发的时候处理好上下的关系，千万不要把这里划空我们一定要保留这里的一个亮感。那我们现在所看起来的时候，这里的匀度是很匀的，夹到耳朵后面匀度很匀的，然后同时底线是微微上扬，夹在这里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这里特别厚。OK 接下来我们给它简单吹一下风吹这一款头发的时候，其实跟我们上款头发差不多，没有什么太多的技巧。我们只需要把上面的头发这样往后吹，底下的头发呢微微这样水平转过来，这个就 OK 了。上面带一点弧度就可以了。你把流向是要剪出来，而不是靠吹出来的。当你的头发剪得非常柔和自然的时候，流向它自然会存在，稍许给它施加一点弯弧度，它会出现非常轻柔的一种感觉。同时在风吹乱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轮廓它永远是一体的，没有出现哪里特别长或特别碎，这样整体的质感才会比较好。最后就是刘海的部分，我们可以把刘海呢向下压着去吹一下，给它一个反刘海的结果再去往上带一下，没吹了。这样在做造型、拍摄都 OK 了，非常自然。美感从哪里来？首先匀度要有，第二轮廓的比例要有，第三就是全头的质感要均衡。然后往往我们在拍这些头发的时候，不需要去太多的一个角度，跟人家一挂耳朵就 OK 了。这样整个头发就修剪结束了。